现在易趣抖音拍卖的第8期专场正式开始。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件的藏品，第一件是115号19世纪粉彩赏屏及粉彩花卉纹卷钢，一组2件，这一件是1000元起拍。我们先有请汤老师为我们进行讲解。好，镜头前的朋友，我们再次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放在我们桌子上面的呢有2件东西，作为一个标的的拍品。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一件啊，这个给人看起来呢，似乎我们作为第1号拍品，并不是那么让人很爽。那么原因在哪儿呢？因为这件东西啊，它的脖子以上呢，整个截掉了，是吧？这个呢是给人感觉这是一件什么呢？粉彩龙凤纹。这个实际上呢，它不是赏屏，这是一个别记品啊，这是个别记品。因为上半截看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名称上啊，看来似乎还是不够准确。但是这件东西呢，我们请大家认真仔细的看一下，这上面是用粉彩花卉的祥云和龙凤。这个我们都知道，龙凤呈祥。那么这件东西呢，它的寓意画意，那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它是祥瑞的寓意。这一点呢，是在我们清代晚期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这件东西呢，遗憾的就是因为它受了很大的伤害，就是因为它的底部这一块已经脱下来以后又重新连接，然后呢脖子以上呢是直接平齐脱落了。这个脱落呢，它不是说人为的把它非常猛烈的冲击，而是正好是在一个它的脖子和身体衔接的部位，这个衔接部位平齐的给脱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北方有一句话叫耍圈儿啊，当然那个耍圈一般都指鱼缸这一类的，但是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耍圈儿，整的齐的从这个地方脱落了。这个呢是这件东西呢，目前来讲呢，是它一个不足的地方。另外一个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底下有款啊，给我们推一个镜头。这个款呢，底下落的是大清光绪年制，用矾红楷书6字2行款。那么这件东西呢，其实，我呢多少对这个，藏家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是特别满意。就是说，尽管这件东西啊，可能有点残损。但是呢，如果说你稍微用点洗洁精之类的东西把它清理一下，这件东西依然会让你感到眼前一亮。这是我们过去的工作当中碰到过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凡是这种东西，我们都要经过认真的清洗，尤其是在色彩当中有很多的灰尘。当你把它洗干净以后，这件东西依然是熠熠生辉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不太重视，或者说不太懂。那我在这里呢，就多一句嘴，是吧？告诉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不管你买还是不买，对吧？如果说你手上有这样东西，也不要亏待它。其实你把它处理一下很干净，其实这个上面的色彩并不是那么损耗很厉害，只不过呢，它的致命伤是因为从它的对接痕这个地方脱落了。这个呢是这件东西呢破损的一个现状。那么这一件呢，实际上也是一件受损的东西。大家看，它是从中间断开了，意思就是一撇2半。那么这件东西呢，实际上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个呢是使用的够狠，使色彩呢有些磨损再一个呢就是实际上也是保护的不太的妥当。所以使这件东西的色彩呢，给大家的感觉好像似乎呢是磨损的比较厉害。再一个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底，来给大家一个镜头，给大家展示一下底足。这个底下看见没有？青花6字3行，铁线篆，大清乾隆年制。这个我们因为这个年代定的是19世纪这个年代定的应该是比较准的。那么这个镜头给大家看这个款我们搞收藏的朋友、学习和研究的朋友，请注意这个款的写法以及这个青花料。这个很显然是后者我们叫寄托款，
或者叫委托款，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类东西。以后在看到这类东西时候，注意一下它的写的方法。这个青花实际上呢，它比较的浮，这正好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除了色彩以外，这个落款的形式对于我们的鉴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它这个底座，你看它这个处理用的是什么呀？玉笔底也是仿前朝的，但是呢，它这个落款反而露怯了，说明它并不够那个年代。那么，所以这两件东西呢，这个小卷缸，对吧？放在案头的小卷缸，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样，你把它稍微的这个清理一下，这个上面的色彩依然还是很可人的。所以，这个我们讲东西，尽管有它不足的地方，还是我们过去说那句话：虽残犹真，不要忽视这些残损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工作阅历上有很多东西就是残破的，但是有利于我们学习，有利于我们研究，甚至有些东西是改写中国陶瓷史的，可能我们镜头前的很多朋友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的阅历自己的经历，也就是面对这些残破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这个呢是每一个人应该要想到的。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请拍卖师。感谢唐老师的精彩讲解。这两件器物虽然是品相有残，但是它最精彩的画片部分保存下来了。感谢明老师出价，现在是3000元，明老师的3000元。有没有人出价4000？有4000的报价吗？大家可以去小黄车里交纳保证金，然后来进行出价。3000，还有更高吗？我在等待4000。3000元，即将落锤了，各位。3000，最后一次。3000，恭喜明老师买到了，谢谢，恭喜。我们换上下一件，也是一组的。我们今晚有不少一组的拍品。1152号清中晚期粉彩花盆一组3件，体量比较大。这体量都比较大。对，挺重的这3件，3件花盆。我们先有请汤老师为我们讲解。好嘞。好，还有一件。对，我们把3件一起拿过来。工作人员会把另外1件拿上来。这一组是3件，请大家注意。同样也是1000元的起拍价。好，这个我们镜头前面可以看见了一个，我们这个标的呢，刚才是2件。这个呢是3件，因为尺寸呢相对的稍微大一些所以这个摆满了我们整个桌子了。那么这个呢，3个呢是花盆3个呢都是粉彩花卉的花盆那么这个造型也非常特别，中间这个是6角形的，旁边这边呢，我的右边呢是4方形的，我的左边这个呢是圆形的。首先在造型上来看呢，这一个标的就有3个造型的这个花盆3个造型的花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花盆呢，可能有些同志呢可能不养花，他不太关注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呢，你如果认真仔细的看呢，这几个花盆呢，虽然都有一点点的瑕疵但是呢，整体来讲，有些花卉还是比较好的。像这一件东西，看见没有？这一件上面是4面都是花卉，它的标的是3-1这件东西是器身有残就是器身有残一个冲线整体的有一个这样一个冲线。那么，但是它的4个面的彩呢都没有受损。这个呢是4季花卉大家看一下，有牡丹花、荷花这边呢是菊花这边是梅花正好是4季花卉。这个是方的花瓶。那么这个3-2这个器身呢有磕缺有磕缺。
这个科缺的话呢，是这一件啊，3-2是这个圆的，这口沿呢有一点点的磕碰啊，然后呢这有一道冲线，对，有一道冲线啊，有一道冲线啊，这是这一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织机牡丹，也就是富贵牡丹。这个呢是一种传统的图案啊，传统图案。这个纹饰呢，大家也知道了，这种都是展示这种富贵啊这种利益的吉祥的这个寓意。中间这个呢，它是一个吊簪的啊，这是一个吊簪的6角的这个花盆。口沿呢是用矾红啊，因为这个器型比较大。这个6个面呢都是画的花篮啊，花篮里边呢画的也是花卉啊。这种图案呢，我们从明代的天启开始就有这种花篮的图案。那么到了清初以后呢，这种图案呢也是一直比较沿用的，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么这种东西呢，尤其是我们注意一下啊，这个花盆儿，我在这儿呢就顺便讲一下这个花盆儿。我们看见没有？这个花盆的底啊，都是一个很小的窟窿，看见没有？按道理来讲，我们将这种东西呢，我们都叫盆套。这个里边一定还要放一个陶的花盆。如果直接用瓷去做花盆栽花的话，那么要烂根的。所以我们古人都懂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一般都是放在外边，观赏性比较强啊，颜色也比较鲜艳，因为套盆是灰的，不是特别美观。所以这些花盆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作为一个盆套来使用。但是我为什么把底让大家看呢？主要看底下那个小孔。所有的清晚期的这个花盆的孔啊，它都比较的小，而真正这个底下孔大呢，都是清早期清中期以上。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因为这个花盆东西比较少，不太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呢，我想呢，把这个我们过去研究的一些经验告诉大家。往往呢，就是底下的窟窿眼大，年代就早；窟窿眼小，年代就晚。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你像这个也是，这个底下有2个窟窿眼儿。来给我一个镜头，请导播切一下。这个底下有款的，注意一下有款。这个什么款呢？圣德堂制。很显然，这个呢，你看底下2个小眼儿，就是刚才我讲的意思。眼儿这么小的，这一定年代不会早。我们都知道圣德堂是道光皇帝自己居住和他在处理行政事务的一个居所，专门定烧过圣德堂制的一大批东西。那么像这件东西呢，很显然，虽然它也是用矾红4个字是楷书款，但是呢，这是后人所为这个不是真正的我们讲道光这个使用的东西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呢，给我们的提示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年代不是特别的早，但是上面是什么呢？玉堂富贵，玉兰花旁边这还有一朵这个是织机和牡丹这个寓意也是非常好的玉堂富贵。那么这3件东西呢，我们也是作为一个标的来这个提供给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让你们大家选择。我所讲的，刚才前面讲的，就鉴定方面那些东西呢，也是一起给大家说出来，让大家能够注意来，下面我们请拍卖师。感谢唐老师讲解。我们现在进入竞拍的环节，有出价3000元，来自明老师出价，支持我们的老朋友。现在是3000元，有没有4000？一组花盆，而且画工非常漂亮。3000，有没有更高？3000元，各位考虑4000吗？再加一口尝试一下吗？3000，我即将落锤了。3000元，3000，最后一次，3000。好，恭喜明老师买到了。有朋友说真便宜，买来没地儿放。3只花盆确实体量有点大，这个价格是很划算的。我们继续来看
1153号是青铜制粉彩三国人物故事文捧盒，这一件也是1000元起拍。今晚上我们35件拍品，每一件都是无提价的，1000元起拍。好的，我们再次有请汤老师讲解。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件东西啊，这是一件什么呢？这实际上是过去我们讲叫像盖碗一样的东西，它两边呢有2个耳，上面带盖儿。这个呢，在我们南方啊使用的比较多啊。那么这件东西呢是粉彩三国人物。那么这个我们刚才又讲到这个问题了，这个我们这些厂家们确实是太亏待这些东西了。我们先看一下盖儿吧。盖儿的钮上面用矾红描金写的是一个团寿，然后主体的这种纹饰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赤壁之战，黄盖火烧曹营，连环战船。它实际上是这样，这边一个旗子上写的是这个黄盖先锋，这边上面呢写的是一个帅字。其实这个盖儿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图案，其实很漂亮。真是这个不认真管理、不认真打理它的话，这个上面就给你感觉好像乌突突的。你真是把它稍微处理一下，这一个盖儿就是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图案。当然，这个底下还有啊，这个底下还有很多牵扯到这个周瑜啊，这之类的一些具体人物啊。这件东西呢，因为它的年代。这个我们看呢，基本上应该它是一个清代同治年间的东西，这是我们民间窑的作品啊，民间窑的作品。那么这个底部呢是这样，中间有一坨釉，旁边呢是色胎，啊，这个色胎呢是为了使这个器物在支烧的过程当中，底面不至于下塌，所以它这个整底啊是把它托起来的。啊，这是它的烧作工艺。那么它的不足的地方在哪儿呢？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就可以看见，啊，它上面有2道冲线，啊，这个地方有冲，啊，2个冲，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块刻，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刻，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没有毛病了啊，其他地方就没有毛病。那么盖儿呢是吊片，很明显的有吊片把它粘接起来的，啊。就这个东西而言，我们在工作几十年过程当中，像这种满盖上啊、满图案的，还不是特别多，还真是少见，啊，这种东西呢，除了它的实用功能以外，它这个装饰性还比较强，啊，这个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件作品。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东西。既能使用又能观赏，这还是比较难得，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想呢，在这个东西面前呢，所以我特别要跟这个镜头前的朋友呀，要多说几句啊。这个东西呢，确实难得，尤其是它的这个盖儿上面的这个满画这种情况很少见啊，真的很少。好，我们来请拍卖师。感谢唐老师。这个上面的人物画得非常满，三国人物故事文，还是非常值得观赏的。现在是大老师出价2000，还有更高吗？各位，考虑3000的加价吗？现在是2000元，我们还是1000的阶梯，考虑更高吗？2000是目前的最高出价。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在直播间买到的任何一件拍品，来。我们展示一下，每一件都会有易趣拍卖出具的证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参拍。对，每一件都有证书。现在是2000元的最高出价，要落锤了，还加吗？2000，要落锤了，2000元最后一次，2000。OK， 好，恭喜恭喜！恭喜大老师买到。好，我们来看下一件是1154号，19世纪粉彩锦地儿开光花鸟纹屏。这件东西呢，汤老师，我们看一下啊，我给大家转一下，这边是花鸟，这边呢是花卉，它这个图案呢是在锦地上开窗，然后在里边描绘
啊，各种花卉。这个呢，这件东西啊，大家看得很明白。这个上面本来呢是应该有口这一节，另外有2个耳的，但是呢很遗憾啊，这个呢就跟刚才我们第1号拍品不一样，那是顺着接缝整整齐齐的耍圈掉下来了，而这个呢是上面刻完了以后啊，可能没有更多的具体的办法，然后还在继续的慢慢敲，把它这上面敲成现在这个状态。那么这件东西目前来看呢，是口沿是残了啊，这边还掉了1个片啊，下半部分基本上是完美的啊，整个包括肩部的这种万花不落地的这种装饰啊，还是比较的完整，色彩呢也比较的鲜艳啊。这个呢就是这件东西啊，它的好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我们再看一下底部，来给我们看一下底部，来，请导播切个近景，我们看看底足。哎，这个底部，哎，我们推进了看啊，哎，看见没有？双方框里边是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篆书款。那么尤其请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中间这个里边写的这个大字的写法啊，乾隆的乾字的写法，以及制造的制这个写法，是这个时代最常用的写法。也就是说，这件东西啊，因为它时代比较晚，这一种作为寄托款，它用这种写法的话呢，这个我们任何一个学习鉴定的朋友，就通过这些地方就可以很清晰的把它的年代就界定开了。所以这种年代呢，一般它时代都比较晚。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港澳地区啊，把这种矾红款都认为它不是官窑款啊。后来耿宝昌先生啊，多次去香港啊，包括台湾、包括澳门这些地方，那么把矾红款作为宫廷里边御用也写矾红款的这种看法，告知了这些收藏的朋友，所以后来大家也基本认可了。刚开始大家都不认可，但是后来的这种写法，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跟我们早期的写法是有很大差异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界定这个瓷器的年代的时候，这种双方框啊，包括这种字的写法，是我们鉴定这个器物的年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当然，这也包括它上面的色彩的配备啊，包括这个绘画的技法，也是我们鉴定的很重要的依据啊。这件东西呢，其实应该说，就这个脖子以下这一块呢，应该还是比较漂亮的啊，比较美的一件东西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因为上面缺一点，底下整个就烂掉，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作为初学者啊，或者说我们初次搞收藏的这些价位不高的啊，像这种东西呢，可以先试一试，好吗？好，请拍卖师。谢谢汤老师讲解。艾老师说，民国，咱们直播间还是有很多内行的朋友。是的，现在出价到2000，还有更高吗？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去竞价。2000元，有3000吗？要落锤了。2000元，2000最后一次，2000。好，谢谢。感谢这位朋友，恭喜您买到。1155是一对19世纪的窑变红釉观音瓶，非常漂亮。我们有请汤老师。好，这一对这个窑变釉的这一对瓶啊，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个口沿有点小磕的，我来先找给大家看一下啊。嚯，这红的就看起来难度比较大了。
大家也可以在每一件拍品的详情里面点到后面的图片，会有我们详细的品相图和紫光图，好，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在这个地方有修啊，大家注意一下，我的手指的这块地方啊，它是有修的啊。这是一个口磕冲，这个呢口一条冲线，足呢有一点点的磕啊，那这个地方有磕。啊，这个地方是有磕的，啊，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那么像这样的东西呢，这一对红釉的啊，这个钧釉的这个观音瓶啊，我要给大家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上个世纪的1985年，景德镇曾经烧过一大批这种钧不钧、瓤不瓤的这种红釉瓶。那么这种东西呢，当时在整个国内的市场当中大行其道，啊，包括文物商店也收购很多这种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这个釉啊，和我们镜头前的这两件的釉呢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往下垂流这种现象比较普遍。那么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第二，这个底下呢，大家要注意，这个底下是白釉啊，两件这个底下都是有白釉的。那么按照我们多年的经验，如果这个底下的釉，这个底下是白釉的话，这个年代一般都是到了同治以后，而同治之前，道光啊，甚至再早一点，嘉庆、乾隆，这个底下是沙底。而且呢，有明显的在二次氧化当中形成的这种色态上的一种，我们讲是有点像咖啡色一样的啊，一种锡金，铁的锡金在里边。那么这件东西呢，我们很显然一看，它的年代呢应该是不够的啊，就是刚才我讲的，这既然加了白釉，它年代一定要晚一些。尽管这件东西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颜色呀、鲜艳程度啊、保存的完美程度都很好，但是它的年代呢，相对啊是晚一点的啊，和我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请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年代的早晚，通过这些细节的变化，我们能够把它具体的把它区分开。这就是我看到这一对这个观音瓶啊，要特别给大家强调的地方。好，请拍卖师。感谢汤老师讲解，我们现在开始竞拍。佘老师目前最高出价5000，还有6000吗？前几位朋友不在家吗？现在是5000，一对非常漂亮军红的观音瓶。对，这个瓶的高度啊，这一对瓶的高度是42.5公分，这个尺寸还是比较大的，体量还是挺大的。尺寸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是5000，您还加价吗？还是1000的小阶梯，可以尝试一下。5000，不加我要落锤了。5000元，5000，最后一次，5000。好，谢谢。恭喜您买到，佘老师。我们来更换一下拍品，仍然是一组的。1156号民国粉彩人物故事文瓶，一组3件。一组3件，这3件仍然是1000元起拍。好，请导播切换镜头，我们有请汤老师讲解。好，这个我们镜头前面呢也有3件花瓶啊，这个3件花瓶呢，基本上年代呢相对都是比较晚的啊，比较晚的。那么这一件呢是一个观音瓶，那么这个观音瓶呢，大家注意一下它的后背啊，它的后背这一块看见没有？有磕，完了以后呢，这个可能掉片以后把它粘上了。啊，这个先把这个残损的情况呢，先给大家汇报一下。那么这一件呢，梅瓶呢，主要
出现是在口沿上啊，口沿上有磕了以后又粘了啊，这个掉片以后又粘起来的。那么这个灯笼瓶呢，大家注意，这个口呢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3件东西呢都是人物的纹饰，这2件是粉彩啊。这个好像是类似像4飞16指英系的，这个呢是浅绛墨彩的啊，也是人物。这个中间的人物有点像铁拐李啊，有点像铁拐李的。这个3件人物呢，因为尺寸都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啊。我来再看一下它们底部有没有款式啊，这件没有款。哎，这件给大家照一下，这件梅瓶。啊，这个梅瓶呢，它底下有款的，是用矾红啊，乾隆年制4字啊铁线篆款啊，这里边有个方框的啊，这种矾红款，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写法和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个还多少有一点点的相似啊，相类。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年代啊，是要特别考虑的。那么这件我来再看一下灯笼瓶，哎，是15%的佣金。来注意一下这个，也是矾红款，大清乾隆年制，大家注意啊，这个大字的写法和刚才前面那个写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清字的写法，请大家要注意；这个龙字的写法也请大家要注意。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民国早期仿乾隆的写法。刚才是4字的，这个是6字的，但是问题就出在了它这个款的写的方法和真正乾隆时期的写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呢，一定要大家注意的。再一个，我跟大家特别强调，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民国瓷器啊，当然也有些人在研究。民国瓷器的釉是特别的白、光润，而且上面没有缩釉点和波浪釉。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我在这儿实际上是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鉴定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我们有仿的那个釉面出现那种波浪釉，那一定不是民国的啊。民国早期的釉烧得非常好，滋润洁白，不会有波浪，也不会有缩釉点啊。像这些你看，很典型的，一看就是民国标准的，它这种釉，它的釉面就是非常光洁啊，没毛病。这就是我们讲标准民国瓷器的它一个重要的特点。至于说刚才我讲的款，那是一个要关注的，这一个就是胎和釉。像这种瓶，你看起来这个瓶的尺寸，实际上它是一个中胎偏薄，像这种都是中胎的啊，都不是特别厚，抓在手上非常的轻盈，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在学习鉴定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过去老一辈一再强调，看瓷器一定要上手，掂掂分量这个也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手段。好，我们现在请拍卖师。感谢老师讲解。作为民国器物的典型特征的参考器物是不错的。现在是5000元的最高出价，还加吗各位？提示一下，今天晚上的每一件拍品都会有易趣拍卖出具的证书，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参拍。现在是5000元，有6000吗各位？还加价吗？5000是当前的最高出价，5000元大老师出价，大家也可以点点福袋。5000即将落锤了，5000元，5000最后一次，5000。好，谢谢。